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D， 欢迎收看 AD 爱理财。你们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为力量是什么呢？是原子弹还是核子弹？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，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复利加时间。什么是复利呢？有存钱习惯的人都知道利率的重要性。利率高就是表示将来的回报率高。一般利率分成两类，第一个就是单利，第二就是复利。单利 Simple Interest 是指在借贷的期限内，只在原来的本金上计算利息，对本金所产生的利息不再另外计算利息。比如说定期存款、信托、债券等等，都是单利的计算方式。复利是指在借贷的期限内，除了原来本金上计算利息之外，还要把本金所产生的利息加入本金，重复计算利息，俗称利滚利。房屋贷款、个人贷款、信用卡利息等等，就是属于复利的计算方式。首先，我们先来一段小故事。话说，在古印度时期，有一位叫做西萨的宰相发明了象棋，当时的国王非常喜欢，于是就想要好好的奖赏宰相一番。国王就问宰相说：“你有什么要求？”宰相就回答：“陛下，臣别无所求。只想请您在这张棋盘上的第一个小格放1粒麦子，在第二个小格放2粒麦子，在第3个小格放4粒麦子，在第4个小格放8粒麦子，以此类推。以后每一小格放置的麦子的数量都是前一小格麦子数量的2倍。然后请您把摆满棋盘上所有64格的麦子都赏给你的仆人吧。”国王心想，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，于是很痛快地答应了宰相的要求。但是悲剧来了，当属下搬来一袋袋的麦子要开始铺在棋盘上计算的时候，国王才郁闷地发现自己被这个宰相给算计了。因为就算把当时全世界的麦子都拿来，也满足不了宰相的要求。这个国王虽然富甲天下，但是对于宰相的要求也是莫可奈何。有人计算过，按照这种方式填满整个棋盘大约需要820亿吨的麦子。按照现在全球生产大麦的数量来看，差不多要550年才能满足那个聪明的宰相的要求。以上的小故事说明，复利是从直觉上感觉不到的。我们一般会表现得跟国王一样，总觉得一粒麦子不断的 double 再 double，在一个小小的棋盘上能够有多少呢？谁知道可怕的复利效应在我们看不到的远方。从直觉上感觉不到的事情，以及从短期看不出来差别的事情，就很容易被大多数人所忽视。如果我们学会了利用别人都不去注意的自然界力量，那我们就拥有了巨大的优势。复利会给我们的投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？假设我们手上有2万块钱，投资在报酬率为 5% 的单利和复利2种不同的商品上面，各保持投资30年的时间，最后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？第一个情况，单利，若每年将获利领出来，那么该笔投资最终的结果就是最初的本金再加上30年的报酬。第一年的利息为500块，第2年的利息也是500块，以后每一年的利息都是500块。30年下来，总共的利息是15000块，最后加上本金1万块，结果就是25000块。这个就是单利产生的投资效果。第二种情况，复利，如果每年获得的报酬率选择并入本金再进行投资，利滚利之后，最终能够获得30年复利的报酬。第1年的利息为500块，第2年的利息为522块，第3年的利息为551.25，以此类推，以后每一年的利息会逐年堆积，不断增加，累计了30年之后，利息一共是33219.42，最后连本带利获得了43219.42，这个就是复利产生的投资效果。爱因斯坦还认为，复利简直就是世界上的第8个奇迹，了解它的人可以从中获利，
不了解的将会付出代价。要了解复利，就必须了解复利的计算公式。它的公式就是 F 等于 P 括号1加 I 括号的 n 次方，其中 F 就是代表 future value 未来价值， P 就是代表 present value 目前的价值， I 也就是 interest 利率， N 就是 numbers of periods 期间数量，也就是指几年的时间。从复利的公式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当投资的年份越长，最后的获利也越高，而且当投资的利率越高，最后的获利也越高。最后我引用股神巴菲特说的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内容。股神说过，人生就像雪球，你只要找到很湿的雪，很长的坡道，雪球就会越滚越大。投资理财也一样，很湿的雪就是一个回报很好的产品，很长的坡道就是坚持投资的时间。只要这两个条件都凑齐了，你的财富就一定会像雪球那样越滚越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喜欢的小伙伴们请帮我按赞、点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指教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